好，前民进党立委黄雄他们的基金会了哈，那办一个兵推是民间的兵推哈，而且呢规模还算大哈，就是美国请了2个前海军上将，日本请了1个前海军、1个前空军上将，台湾也有3个上将都参谋总长级的哈，那分成4组大陆组、台湾组、美国组、日本组，然后看起来如果大陆想定打台湾的时候呢，台湾怎么应付怎么应对？美国会怎样？日本会怎么样？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分成2天了哈。那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大陆呢这个威胁你不可以台独；第2阶段呢，引诱你来统一吧；第3个阶段呢都不听，对不对？打你，先拿外岛、东沙拉这些外岛；第4呢进攻本土，大概就这4个阶段这4个阶段大概你也想出来，大概也就是这4个阶段那这个说呢，他奇袭东部，从东部登陆。而且很快把澎湖就打下来，第1天东沙失守，但是大陆组把东沙拿下来，但台湾组呢不动，所以呢这总裁判呢这个李喜明就说，你怎么台湾组都没有动呢？好，我们再延长到第2天呢，让你们看看要怎么应对。台湾组后来讲话了，这个东沙拿就拿去吧，东沙拿去，金门马祖拿去我都不在乎，对不对？你这怎么守啊？离大陆那么近，澎湖很重要。澎湖因为不要忘了那时候，对不对？施琅就从澎湖过来的，郑克爽把台湾丢了，就是从澎湖过来，所以澎湖离两岸比较近，澎湖很重要，所以澎湖不能失守，要守卫。最重要的是我们管他们外岛，守本岛啦，本岛守住最重要。所以呢，外岛我们没有那么在乎那所以呢，被问了说这个台湾组为什么第1集也不发？那1度答不出来后来讲了说我们守本岛就好了，外岛不重要那另外呢，这个突袭台湾的东部所以呢，台湾的大门失守速度超出预期了他们在推嘛就理论上讲4组的2个外国组是例外，大陆组跟台湾组的实力应该是相当的才对好，我们看从湛江、宁波一路东山岛一路过来这个先拿一些外岛，但主要是澎湖然后从东部登陆。绿岛、兰屿在这里，从东部因为我们都认为说不可能从东部嘛，东部都是沿岸所以以前在东部的守卫是非常松散的。因为我服兵的时候，我在花莲花莲、台东都是我们一个师叫轻装师还不是重装轻装师，你看看是什么装备很简单，绿岛、兰屿也是我们守，就一个师，整个东部都我们守，重装师都是在什么关渡什么这些这些觉得这个保卫台北的地方，但是呢。他现在这边的假定，他老共是从东部上岸了，东部给你上岸其实东部我们到花莲的话，虽然是沿岸，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上的，有些地方还是这那个海滩蛮平的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嘛。那美国的前海军上说2个条件，2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你台湾老共打你的理由是什么？假如他莫名其妙打你，那国际上可能会介入。假如说你是宣布台独。美国也反对台独主张一个中国那如果说你台独美国可能就没有什么理由来介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台湾自己防卫的决心，你有多少决心防卫你自己？不过他说，这20年来，台湾慢慢防卫自己的决心越来越强所以美国会不会介入？他有2个假定那另外呢，这个台海兵推，台湾组说我们不起战我们绝对不会发第1击，老共打我们防卫，我们不会起战所以呢，守卫本岛为优先。我们看一下。北市后备旅14天教招特别首次呢在内湖登场，更租用了台北市网球中心，出来这里进行相关的训练，夜间也会驻扎在这里，以更能够熟悉城镇的作战环境。提升后备战力迫在眉睫，而要拼知己知彼。民间智库从10号开始举办为期2天的2025年台海防卫兵推，每日各有2位退役上将参与，全场43颗将星齐聚，被说是历年来参演层级最高。这次兵推想定2023年中共武力侵台，用4场不同情境，但没有直接攻击台北。其中中共组由国防部前副部长许渊普领军，先模拟夺取东沙岛，再进一步夺下澎湖。台湾组则坦言澎湖失守速度超乎预期，之后中共组利用2栖舰队搭配货柜轮搭载直升机，夺取绿岛、兰屿、宜花东等设施，进行后续部队行政下线。I think they have a very good knowledge of what the PLA do, what its doctrine is, what its capabilities. Taiwanese team, they thought about the situation, they came up with new ideas to deal with it.
They had a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imagination. 至于参与的美国和日本组，则有协助台湾建立2条安全航道。与会人士强调，兵棋推演重点不是放在输赢，而是透过各类沙盘推演，将各种可能情境纳入未来的练兵剧本。Does China intend to take Taiwan by force if necessary? We don't believe they've made that decision ye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their exercises that they're performing in that area, they What do look you a lot think, like General what that would Kane? look Do you like. think China is intent on taking Taiwan? Sure, I think it not to split hairs, but I think it depends on what you define take. I think if like take it over. I think if they could get them their way, for sure.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use military capability? Maybe, maybe not. Do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Yes. 细节这样，那吴征怎么看？这是兵推。这个兵推，因为兵推其实每一次的兵推会进行很多不同的战略想定了。那其实像美国有一个知名的智库 CSIS， 他2022年的时候做过一次，也做过这样子比较大型的兵推啊。当时演了24种情境。那在这2022年进行的24种情境里面呢，没有一次是中国最后成功占领台湾。那它成功也有几个定义了，包含你要占领主要的港口，你要占领桥头堡，然后你要在这个台湾本岛上有优势兵力。那当时2022年 CSIS 进行的兵推，美军也是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大概2个航母战斗群都被打掉。那可能估计美军会阵亡3000人，中国阵亡1万人。这个是2022年的时候。那2024年是去年 CSIS 有再做一次兵推，但这次兵推条件不同，就是设定中国使用了核武美国没有用，那就变成说中国5次成功占领台湾，那美国5次成功击退中国。那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包含我们出席的成绩很高了，这一个基金会它包含请到我们前上将李喜明也来做了兵推了。其实我觉得兵推主要是要去检验在不同的战略条件下，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国防哪里要精进啊。但我觉得拉开来一点来讲，就是最近其实也包含说，我身边也有朋友也会问说，两岸会不会打仗，是不是要来准备避难包、求生包？所以我想这个讯号，我们在这边比较严肃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包含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众议院，美国众议院这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竞争特别战略委员会上个月才开一场听证会，专门就在讨论中国会不会来侵台。或者说，美国的国防部长 Hegseth 到香格里拉论坛也去再次提到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习近平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设定一个战略的时程，2027年要具备可以攻打台湾的能力，那2035年要达成印太区域的制霸，那最终他的长期目标是2049年达成全球性的制霸，这个是习近平给人民解放军设下的目标。那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2027或者说在这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不一定，但是目前确实可以观察到是中国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再去达到这一个建军的目标。包含像我其实之前有提到说，中国现在把它的武力投射的能量不只是第一岛链，甚至要横跨到第2岛链。我们也看到前2天辽宁号其实才挺进到关岛周边的海域，这都是中国一步一步在准备，它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包含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例如说它强化它兵役登记制度的这种要求的力度，那包含说中国在增加自己国内的粮食储备，那包含中国在国内新建更多的防空洞，这些都是讯号。所以我不是说中国一定会来侵略台湾，但是它确实一步一步让它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执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是不要低估我们的对手因为邓小平过去在讲统一问题的时候，他用的语调是讲说，统一是迟早的事，100年不统，1000年也要统。但是到了习近平，他的定调是统一这个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所以换而言之，在习近平设定的战略框架里面，他是有设出一个时程来的，而这个时程也很可能就是习近平在位的时间。所以我想，关于这样的一个战略威胁，我们是要很严肃的来看待。休息一下再回来。到底什么时候罢免、投票，不知道啊，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要被罢免人就很难。到底是哪一天投都不知道啊。
你到路上很多人在问哪一天到哪一天投，我们在啊。那李金勇今天说了啊，7月10号到8月19号间的礼拜六都可能投票，所以第一个呢，可能他认为是礼拜六啊，因为有人有可能礼拜天呢，之前有发生过，所以可能是礼拜六啊。然后7月10号到8月19，因为法律规定了20到60天之内了啊。那823是公投日，礼拜六，那会不会罢免绑公投？李金勇说还没有罢免能够绑公投哦，所以呢，意思就是不会绑，所以呢823，所以在8月19之前啊。那另外呢，这个如果被罢免的人在这个当中说辞职了怎么样？因为有人讲我先辞嘛，我先辞然后呢我再参选，辞职可以参选啊，罢免是不能再参选了，辞职可以参选了那中选会说，如果在罢免程序中辞职，就视同被罢免。嘿嘿，4年之内，你既然被罢免了，4年之内不能再参选了。4年之内换句话说，我被罢以后，我不能在这个选区选，我下次还不能选，因为下次可能只有3年了不可以选所以呢，说辞职这一招因为之前就有人跟我问我了，说我辞职是不是一招？有人认为说主动干嘛被罢？我就先辞了，辞了我再跟你拼说不行那甚至辞职换选区也可以啊，辞职我就不算选区，我跟2个同时辞，然后换选区选。现在看起来换选区现在应该可以，因为视同罢可以换选区嘛，但是在同个选区可能不行好，朱立伦昨天国民党中常会发起一个叫做“爱国者行动”说呢这个，因为你总有一个师出有名嘛，你师出是什么呢？就叫做爱国者行动那另外呢，他说要会拜访地方首长因为蒋万安你应该照顾好台北5个立委侯友宜你应该照顾新北市的张善政桃园市的卢秀燕这个台中市的，照理讲你地方首长应该照顾朱立伦说我会一个个拜会，请他们照顾。侯友宜说呢，我们随时会碰面随时都常常碰面那另外呢，蒋万安总质询以后就走了。那换句话说，这个延长会期之间，他不在台湾，为什么？他要去巴黎主办一个城市论坛，巴黎有一个城市论坛他要去参加那另外呢，朱立伦提的就是爱国者行动来反罢免。林俊彦说金钻师拖人下水那另外呢，这个戴锡钦就也是台北市议会议长，也是代主委了他说选前之夜跟周末都会有大造势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还没有接触过朱立伦，还没有接触那另外呢，尤英龙说你们蓝军有很多人宣传说不能罢免罢免掉了以后呢，民进党在都市就会让柯建铭当院长韩国瑜就下来他说这个不好，他不聪明。他说应该呢，民进党针对罢免的叫做违宪、乱政、通敌。那你应该提出有效的反驳，对违宪、乱政、通敌，我们没有违宪，没有乱政，没有通敌反正每个人不同的讲法，我们看一下。罢团出奇招，罢免也有吉祥物，出动吸金同意熊街头催票。只是大罢免即将进入第3阶段，投票到底会落在哪天？这个月的20号要召开委员会来进行审查。那预估了这一波我们审查的件数大概是在26件左右。20号预估公告26个案件，其他5件等待开奖。光是台中就有3件：严宽恒、杨琼英、江启臣；新竹县林思明、新北市罗明才。也就是说，国民党团总召傅崑萁和北市5个蓝营立委都会在同天投票。如果是6月20号来宣布成立的话，这个投票的时间会落在7月10号到8月19号之间。这中间刚好有6个礼拜六，所以这个6个礼拜六都很可能会是我们的投票时间。连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曾用推算的726都是选项之一，这26个罢免案可能会集中一天投票。只是7月10号到8月19这个区间，代表蓝营期盼的823公投绑罢免几率是微乎其微。老柯柯总召提到的是726，那726那天是有国考了，如果他们认为没有影响，那就726嘛。还不知道投票会是哪天，蓝营只能做足准备，陆空战齐发，力催不同意罢免。真宇，我觉得首先呢，我千万不要轻忽跟低估赖清德想要整个
成立大罢免的决心，其实就跟刚刚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千万也不要怀疑中国对于统一台湾的信念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对于赖清德来讲，他是等于说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双少数总统，所以对他来讲，翻转国会的席次是极为重要。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真的还是要呼吁国民党的朋友，你们真的一定要赶快把你们的皮绷紧啦。他们现在是全面开战的状态，同时间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如果当现在3党不过半的状态，整个行政的团队都可以这么目无法纪，完全忽视了国民的立法院的最高殿堂的状态，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让他翻转了国会席次，那会有多可怕？光想就是让人家不寒而栗啊！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国民党的朋友，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进入战备状态的话，那真的很危险，非常的危险。同时间一定要注意一个非常小心的事情，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所有罢团，他们都是用正向的表述在告诉你，什么东西都要同意。但是同意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非常的正向，但是呢，我们现在假设国民党的推都只是告诉大家不同意罢免，如果没有一个核心论述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罢免你的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游戏主导权就会掌控在民进党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真的国民党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拉紧你最高的一个警示线了，不能再这样子好像我们来办活动，我们来跟大家来好好说说我们做哪些事情，一定要拉紧这个警报线，不然其实说真的，以国家机器来推动整个大罢免的状态之下，不对称的战争，我真的认为岌岌可危，一定要小心。好，不是我们的。讲完到欧洲，我们看一下。台北上蒋万安在总质询之后，马上就要启动护国民党立委行动，但在这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市政工作。预计6月19号出发，蒋万安即将出访欧洲，停留以法国为主，为期大约1周时间，主要是受邀参与这场论坛。偏因城市外交行程很早就定好，和国民党立委并肩作战，当然也不会放掉。法国巴黎市长特别邀请所以这一次我们出访时间也非常的短就是参加峰会完隔天马上就回来所以我想这是难得的机会。认为顾好市政也是反罢免行动一种，而台北市议会党团11号开会讨论反制活动，议长戴喜清说，不管是选人之夜或是周末大型造势活动，都会邀请蒋万安，而他也会全力配合。面对罢免3阶，蓝营只能全力声援。洪伟，你看大概什么时候会罢免投票？我老实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不觉得我们就好像那种待宰的羔羊吗？你从7月10号到8月19号长达1个月的时间。那其实法有明定，就是这个罢免的日期、投票日期不能够跟国考就是有重叠到，所以呢，其实你可以因为7、8月国考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国考，我们如果把它剔除掉的话，其实应该只剩下8月3号。但是8月3号呢，它是星期天，又不是李进勇口中的星期六那柯建铭已经预告了嘛，说是7月26号。那7月26号事实上是有一个护理师的考试，那他就说，他们说没关系啦那你这考试的人不要去投票就好了。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行政权之大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全力以赴。刚才郑宇讲得很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拉紧警报。其实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民调，就是反对罢免跟同意罢免，其实反对罢免永远都是比同意罢免要多，只是一旦去落实到你会不会出来投票啊？哇，糟糕了，那就变成同意投票，他的投票意愿很高，但是呢，反对罢免的投票率呢，就不同意罢免的投票率呢，就相对就低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拉警报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如何要催出不同意罢免的支持者，就说事实上不同意罢免的人绝对比同意罢免的人多嘛。很多人觉得这场罢免莫名其妙啊，浪费那个国家资源啊，然后制造社会对立啊，然后莫名其妙我们纳税人要花这么多钱10到12亿来办这一场罢免，有意义吗？那这10几亿拿去做什么不好呢？然后难道要选了又罢，罢了又选，选了又罢，罢了要选，那台湾天天都要选举吗？这样子你们高兴吗？好，所以重点还是我们现在你不同意罢免的人，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好，一定要出来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那至于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的政策，包含论述也好，比如说像台中他们现在就以中火是他们最主要的论述嘛，因为台中人都很生气啊，为什么今天核能走进历史之后啊，台中人倒霉了，然后火力全开。那当然台北我们也是一样，台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诉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就是我们各县市目前，比如说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台中都是我们自己执政的县市，所以现在党中央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爱国者这个活动，其实他希望的就是所有的县市首长，你发挥母鸡带小鸡的一个功能嘛，然后用这样子就是我们跟县市首长的合作，然后我们还采取一个所谓的区域联防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那么很多希望协助我们的人。帮我们，甚至不是只有台北5个人区域联防，我们还会跟双北一起来做合作。那目的都是去催出这个不同意罢免的票。那当然，这个时间你看起来还有1个月到2个月，大家全力以赴。就他们现在这个关系是不去投票了，对，只要去投票，当时投他的人都去投票，他就会过关了。当那些选他的人没有去投票，就很麻烦。休息一下再回来。